好了，有了刚才在工作点进行线性化的观点以后，我们就可以来讨论一个更为一般的问题。在这个问题里面，我们有一个叠加了直流的小信号，这个小信号呢，可以理解为是即将被放大的信号，也可以理解为是直流信号的扰动。还有一个线性电阻，还有一个压控型的非线性电阻。我们现在来列方程求解。在有扰动的情况下，我们定义整个电路的电流是等于 I0 加上德尔塔 IT 的。我们定义非线性电阻上的电压是等于 U0 加上德尔塔 UT 的，其中的 U0 和 I0 是指的 US 单独作用下那个工作点。回忆我们刚才的这样一个工作点，就是 U0 I0 的概念。好，现在我们来列写整个电路的方程。我们需要列写 KVL 方程，因此就是 US 加上德尔塔 UST 是等于 R 乘以 I0 加上德尔塔 IT 的，然后呢再加上 U0 加上德尔塔 UT， 这是我们能够得到的方程。除此之外呢，我们还知道，对于这个非线性电阻而言， I0 和 U0 是它的工作点，因此我们有 I0 是等于 G U0 的。对于这个非线性电阻而言呢，现在加在它上面的电压是 U0 加德尔塔 U， 流过它的电流是 I0 加德尔塔 I， 那么它们之间是一个非线性的关系。我们把这个非线性关系写出来，那就是 I0 加上德尔塔 IT 是等于 G U0 加上德尔塔 UT 的，这是一个非线性的关系。那么呢，如果说我们可以忽略二阶导及更高阶导的项，那么就可以近似的把它写成 G U0 再加上 G 撇 U0， 就是在那个点的斜率的意思，乘以德尔塔 UT。 好，那么由于 I0 是等于 G U0 的，这一点我们一开始给出了，因此由这个方程我们可以得到德尔塔 IT 是等于 G 撇 U0 乘以德尔塔 UT 的。那么把这个结果带回前面这个最根本的 KVL 方程，我们能够发现什么呢？这个方程就可以被拆成两个部分了。第一个部分是我们求直流工作点时的方程，那是 US 等于 R 乘以 I0 加上 U0， 就是整个的这个部分。在这里呢，I0 和 U0 之间是保持一个非线性的关系。这是第一个求解工作点的电路。那么把这些都消去了以后，我们发现有这样的一堆方程，把它们写出来就是德尔塔 UST 等于 R 乘以德尔塔 IT 再加上德尔塔 UT。 除此之外，我们还可以把小信号关系写出来，那就是德尔塔 IT 等于 G 撇 U0 乘以德尔塔 UT。 那么我们需要对这个 G 撇 U0 做一个说明，它实际上的意思就是底 G 底 U 在 U 等于 U0 时候的值。那么如果你在前面确定了 U0 的话，那么这个 G 撇 U0 也是一个确定的值。大家请看，这组方程很显然是一个非线性代数方程，而这组方程是关于德尔塔 UT 和德尔塔 IT 的线性代数方程。这非常重要，这实现了我们在本讲第2页讲的一件事儿，也就是说，我们可以利用
人为施加的小信号来实现一些特殊的功能。对于小信号所在的电路或者说方程而言，激励和响应之间是线性的关系，这就非常便于我们用此前讲授的节点、回路、叠加戴维南来进行分析和设计。好了，刚才是纯粹的数学推导，接下来我们把它电路化。大家请看，左边这个方程是刚才我们列写出来的需要求解工作点的非线性代数方程组。我们不妨把这个代数方程组所对应的电路画出来，大家想想，它应该是什么电路呢？很好，就应该是这样的一个电路。对吧？对于这个电路来讲 ，KVL 得到这个方程，它上面的关系得到这个方程，求出来的工作点是 U0 和 I0。更为重要的是，对于右侧的这样一个关于德尔塔 IT 和德尔塔 UT 的线性代数方程组来讲，我们从这个电路怎样能够得到对应它的电路呢？这个方程还是一个 KVL 方程，于是在这里就需要写成这是一个什么呢？从而使得它是德尔塔 UT。在这个上面，德尔塔 IT 和德尔塔 UT 是一个什么关系呢？对的，这相当于是一个线性电阻。这个线性电阻的阻值是 GD 分之一。那么在接下来的一讲里面，我们会给大家详细的分析，对应于我们常见的电路元件来讲，它所对应的这个小信号下的模型是怎样的。有了这个工具以后，大家就可以很方便的分析小信号电路了。在结束本讲之前，我们还要给大家提一个思考题，大家请看，对于这样一个有2个电源激励的电路，我们把它分成了一个电源和另一个电源单独作用，而且我们明确的知道它们的效果之和就是整个电路的 IT 和 UT。那么请问这个做法是叠加吗？